有一项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研究发现，那种习惯操控伴侣、把感情当猎场的人，心理学把这类人称为具有高精神病质倾向。他们光是看一个人走路的姿态，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判断这个人有没有过去被伤害的经验，准确率远高于一般人。他们不是随机选人，他们在赌你。而另一个研究则发现，高同理心、高包容度的人遭遇情感剥削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以上。把这2个数字放在一起，你会得出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结论：你越善良、越体贴、越不计较，你在某些人眼里就越像一个目标。你可能现在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先别急着自责，因为这整件事其实不只是你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是数字没办法告诉你的。为什么你会被那种人吸引？荣格的答案会让你重新看待你所有的感情选择。今天我们来把它说清楚。先讲一个大家都有的误解，很多人以为会不断吸引到渣男或渣女，是因为自己太笨、太天真、视人不清。但心理学的答案刚好相反。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海尔 （Robert Hare） 长期研究具有反社会人格特质的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情感掠夺者。他发现这些人非常擅长一件事，精准辨识谁是容易进入的目标。而他们锁定的从来不是那些看起来弱小、好骗的人，他们更喜欢的是那种有资源、有能量、有善意，但不习惯保护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你不是因为太笨才被找上，你是因为你拥有太多值得被掠夺的东西，又恰好没有设防。就像一间灯火通明、食物丰盛的餐厅，但门口却没有锁。2013年发表在《个人差异》期刊上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那类习惯操控、把他人当猎物的人，看你的走路姿态、说话方式，就能在几秒钟内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过去被伤害过的经验。他们不是看财富，不是看外貌，他们在读的是你身体语言里透露出来的自我边界讯号。而那些习惯压抑自我、不敢说不、把别人需求放在自己前面的人，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这里安全，可以进来，欢迎光临。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你太善良，问题是你的善良没有边界。你花了那么多力气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却从来没想过，不是每个走进来的人都值得你开门。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部分了，也是那个听了会有点不舒服，但听完会豁然开朗的真相。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Carl Jung） 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阴影 （shadow）。他说，我们每个人从小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把某些特质慢慢藏起来，不是因为那些特质不好，而是因为社会告诉你、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这些不可以。乖的孩子不能发脾气，懂事的人不能自私，好人不能只想到自己。于是那些不被允许的部分，你的愤怒、你的欲望、你的自我、你的攻击性，全部都被你压进了心理学家所说的阴影里面。表面上你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没有棱角的人，但荣格说，你压进去的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他们在阴影里活着，而且他们会自己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投射 （projection）， 意思是你无意识地把那些你压抑的特质投射到那些让你怦然心动的人身上。你压抑了愤怒，所以你被那个敢发脾气、说话很直很辣的人迷住了，你觉得他很真实、很有个性。你压抑了自私，所以当你遇到一个理所当然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你不会觉得他自私，你会觉得他很自在、很有自信，甚至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却不行。那个说不清楚的羡慕感，就是你的阴影在说话。你压抑了自由，所以你被那个不受规则约束的人迷上，你觉得他身上有你梦寐以求的那种生命力，但你迷上的其实不是对方这个人，你迷上的是你自己那个被压进阴影里，从来没被允许活出来的部分。这就是荣格说的阴影投射，也是你为什么反复被某一类人吸引，即使每次都受伤，还是走不出那个回圈的根本原因。来说一个你可能很熟悉的故事。阿翔是个在职场上表现优秀、对朋友超好、典型的有求必应那种人。有一天，他遇到了婷婷。
婷婷很特别，她有点漫不经心，说话很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身边的朋友都说她难搞，但阿翔却觉得她很真实，她没有在演，她被她迷住了。然后他发现婷婷其实过得很辛苦，情绪起伏很大，家里状况也乱。阿翔心想，没关系，我可以陪她。于是他开始扮演那个角色，永远都接得住他情绪的人，永远都在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他以为他在爱他，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他其实是在做另一件事，他在逃避一个问题，他自己破碎的内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拯救者情节 （Savior Complex）。心理学研究者发现，有拯救者倾向的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和被需要高度绑定。当对方需要他、依赖他，他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他帮的不是婷婷，他是在用婷婷来填补他自己心里那个空洞。问题是，那个情绪黑洞型的对象是永远填不满的。你给的越多，他拿得越理所当然。你越想拉他一把，他就越往下坠，还顺手把你一起拉下去。你以为你在救他，其实你只是找了一个让你不用面对自己的理由。阿翔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关系原型。心理学家史蒂芬·卡普曼 （Stephen Kaplan） 把这个动态描述为戏剧三角 （Drama Triangle），里面有3个角色：受害者、拯救者、迫害者。最可怕的地方是，这3个角色会不停互换，而且换得让你毫无察觉。一开始你是拯救者，对方是受害者，你心甘情愿地撑着这段关系。但当你某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我真的很累了，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就在那一刻，你在对方的剧本里悄悄变成了迫害者，那个让他受伤、不理解他的人。然后对方开始冷战、崩溃，或者反过来说，你根本不爱我。你开始愧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过分了？你从迫害者又滑落成了受害者。然后为了弥补这份愧疚，你又重新披上拯救者的外衣，开始道歉，开始照顾对方。新的一轮又开始了。这就是戏剧三角最残忍的地方。你以为你在努力让关系变好，但你每一个动作都只是在推动这个轮子继续转。今天你是拯救者，明天你就变成受害者。你以为你在保护对方，但最后你才发现，被困住的是你自己。好，现在我要说一个让很多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事。那些惯性伤害伴侣的人，不管是自恋型还是习惯操控的类型，他们大多都不是在随机选人。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叫做边界压力测试 （boundary testing）。在关系的非常早期，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很小、看起来不严重的事情，例如迟到不解释，说出一句带刺的话之后轻描淡写带过，对你提出一个小小的无理要求等等。他们在观察你的反应。如果你生气了，说出来表达了不舒服，他们可能就会稍微退后，甚至道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有边界。但如果你选择沉默、包容，跟自己说算了，不要计较，他大概不是故意的，恭喜你，你刚刚通过了他的安全目标测试。你的包容、你的懂事、你的不计较，在他眼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义：这个人不会反抗我。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从小被教导的生存策略。不要冲突，不要麻烦别人，以和为贵。但这套策略在面对情感掠夺者的时候，会让你彻底失去防御力。而且这里有一个很残酷的反转，你越是一个有资源、有价值的人，你就越有吸引力；但你越没有边界，你就越容易成为目标。善良加上没有边界，在情感掠夺者的字典里不叫好人，叫最佳猎物。好，说了这么多让人不舒服的事，现在来说你真正能做的事。我要说的不是那种你要更爱自己的废话建议，而是基于荣格的阴影整合理论，真正能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方向。第一步，找到你的阴影，也就是辨识你的投射点。有一个简单但很有效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我在对方身上最羡慕、最着迷，同时又最讨厌的那一点是什么？注意，是同时，既着迷又讨厌。
荣格说，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矛盾感最强烈的特质，往往就是你压抑最深的那个部分。比方说，你讨厌对方只在乎自己，但同时你又觉得他这样很迷人，那你压抑的可能是你自己那个想优先照顾自己的需求从来没有被允许过。把这个问题好好想清楚，你就找到了你的阴影入口。第二步，整合你的阴影，也就是把那股力量收回来。荣格说，阴影整合不是叫你去学坏，去变成你讨厌的那种人，而是把那股被压抑的能量用你的方式重新活出来。你压抑的是愤怒，不是叫你去对别人发火，而是学会清楚表达不舒服。你压抑的是自私，不是叫你开始剥削别人，而是学会把自己的需求放进优先顺位。你可以从很小的事开始练习。今天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如果你其实不想去，就试着说，今天不行，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不解释，不道歉，就这样。这听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长期习惯压抑自我的人来说，这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刻，就是你的阴影开始被整合的那一刻。荣格有一句话说得很传神，没有阴影的人不是更好的人，而是更浅薄的人。真正有力量的善良，不是没有棱角，而是带刺的玫瑰。它美丽，但你知道它有自己的防御。第三步，建立你自己的边界压力测试系统。这一步是我觉得最实用的。既然情感掠夺者会在关系早期对你做边界压力测试，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概念来保护自己。在认识一个新对象的前3个月，刻意观察这几件事。第一，他怎么处理小摩擦？迟到、食言、说了不好听的话，他是会轻描淡写带过，还是会正面处理？所谓正面处理，不是要他跪地道歉，而是他有没有办法说出一句对不起，我那样说不太好，或者愿意主动解释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有能力负责自己言行的人，和一个永远在找借口的人，这个差距在关系的最早期就看得出来。第二，你表达不舒服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真的听进去，还是反过来让你觉得是你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操控模式，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反转。当你说出你这样让我不舒服，对方不是道歉，而是立刻变成受害者，反过来对你说，你这样说我才是最伤心的那个人。如果你发现自己每次提出不舒服，最后都变成你在安慰对方，你在道歉，那不是你太敏感，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警讯。第三，他有没有尊重你说不的权利？包括小事，不想去的地方，不想做的事，他会接受还是施压？施压不一定是大吼大叫，有一种更隐性的施压方式是情绪勒索式的沉默。你说不，他就不说话，摆冷脸或者叹气，让你感觉是你造成了他的难过。最后你自己说，算了，我们去吧。这也是一种边界被侵蚀的方式，只是它包装得很温柔。这3个问题不需要一次问完，只要暗中观察，你的感觉就是你最好的雷达，但前提是你要先让自己有说不的能力。最后，我想强调一件事，这支影片说的从来不是不要善良，善良是一种能力，而且是很珍贵的能力。荣格说过，人格的成熟不是把所有黑暗的部分消灭掉，而是把它整合进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完整意思是你温柔，但你有立场；你包容，但你有底线；你关心别人，但你也知道你自己的重量。当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你还是很善良，但你不再是任何人的猎物。因为情感掠夺者最怕的从来不是强悍的人，而是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善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连伤害你的人都不舍得让他难堪。那不是善良，那是你把懦弱包装成了美德。好，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过去的某段关系里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你还是选择留下来？那个让你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是舍不得？是觉得他会改变？还是
其实你也说不清道不明，根本不确定。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说出来不是为了让人评判你，而是因为你说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你开始真正看见自己阴影的那一刻。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什么感触，或者你有一个很想分享的故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让桑木陪你聊聊这件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桑木心理观察站，我们下集见，拜拜。